你或许不知道，有这么一本书，它的英文精装版曾被炒到数百美元，而中文版早已绝版，市面上早已一书难求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它的出版时间比那本风靡全球的《秘密》还要早2年，却几乎无人知晓。今天，我将与各位分享这本被埋没的人生操作指南，由俄国理论物理学家瓦迪姆·泽兰德所著的《钟摆法则》。我们先从一个普遍的现象说起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感觉筋疲力竭？即使周末得到了充分休息，周一依然感觉能量被掏空。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努力，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？为什么我们越害怕发生的事情，反而越容易成真？瓦迪姆用物理学的思维给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答案：我们的能量正在被一种无形的钟摆持续吸取。什么是钟摆？想象一下，在早高峰的地铁站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同一个方向，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流。这股能量流就像一个无形的场域，裹挟着每一个人。你可能本来想慢慢走，但在人群中，你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这就是钟摆的雏形。当一群人为了某个共同目标，朝着相同的方向思考和行动时，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能量信息体。一家公司可以是一个钟摆，一所学校，一个政党也可以是。甚至某个热门话题同样能形成一个钟摆。在2020年初，当某个特定的话题席卷全球时，数十亿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同一个焦点上。那段时间，无论你打开什么媒体，谈论什么话题，最终都会绕回到那个主题。这就是一个超级钟摆的形成过程。钟摆的破坏性与能量汲取。钟摆最可怕的特质是什么？它具有破坏性。这里的破坏性并非指它会制造灾难，而是指它必须不断从其成员身上汲取能量，才能维持运转。就像寄生虫需要宿主才能生存，钟摆需要人们的思想能量才能继续摆动。来看一个真实案例：2018年，硅谷一家明星创业公司的员工们平均每周工作80小时。创始人声称要改变世界，员工们也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历史。然而2年后，这家公司轰然倒塌。那些曾经充满激情的员工才发现，他们不仅失去了健康和家庭，连期权也变成了废纸。他们以为在为梦想奋斗，实际上只是在为公司这个钟摆提供能量。更讽刺的是，钟摆对个体的幸福毫不在意，它只有一个目标：生存和壮大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会用各种方式控制成员的思想。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制造恐惧和愤怒。还记得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吗？无论支持还是反对，双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对立。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激烈的辩论，家庭聚会变成了政治辩论会，多年好友因立场不同而决裂。有趣的是，越是激烈反对的人，反而越是花大量时间研究相关信息，发表长篇大论。他们以为是在对抗，实际上却成了脱欧钟摆最忠实的能量供应者。这引出了瓦迪姆的第一个重要发现：钟摆不在乎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，只要你有强烈的情绪反应，你就在为它贡献能量。在能量的层面上，仇恨和崇拜其实是等同的。那么那些看似正面的组织呢？环保组织算不算钟摆？慈善机构呢？答案可能令人失望。从纯粹的能量交换角度看，它们同样是钟摆。当然，如果你在参与公益时感到由衷的快乐和满足，那说明这可能与你的使命同频。但如果你只是出于社会压力或道德绑架而参与，你的能量依然在被消耗。2019年，瑞典少女格雷塔·通贝里掀起了全球气候运动，数百万年轻人走上街头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钟摆。有趣的是，那些最激烈批评他的人，
反而比支持者更卖力地传播他的信息。每一条愤怒的推文，每一篇批判的文章，都在为这个钟摆注入能量。钟摆间的竞争与规避，钟摆之间还会发生战争。不同的公司争夺市场份额，不同的意识形态争夺信徒，不同的国家争夺影响力。表面上看是理念或利益之争，本质上是在争夺人这个能量源。2021年，两大社交媒体巨头的竞争白热化，一方推出新功能，另一方立即模仿并改进。用户们选边站队，为各自支持的平台摇旗呐喊。殊不知，无论站在哪一边，他们都在为科技钟摆提供能量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保持距离、理性使用的人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不被钟摆控制？瓦迪姆提出的第一个方法是不要对抗，而要避开。这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自制力。举个例子，2022年，一部热门电影上映后，网络上分成了两派，一派认为是神作，一派认为是垃圾。双方在各种平台上激烈辩论，甚至人身攻击。如果你也忍不住要发表意见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被电影这个钟摆捕获了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承认这部电影的存在，尊重不同的观点，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瓦迪姆所说的切断连接，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学会不让外界的喧嚣扰乱内心的平静。就像有句话所说，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还是山。第二个方法更有创意，驯服钟摆。当你已经被卷入某个情景时，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。有位企业家朋友分享过一个经历，某次董事会上，一位股东突然发难，指责他管理不善。按常理，他应该辩解或反击，但他却说：“您说的对，我确实有很多不足。能否请您具体指导一下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？”这个出乎意料的回应让对方措手不及，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下来。这种方法的精髓在于不按钟摆预设的剧本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负面情境通常有固定的发展模式，当你打破这个模式，整个能量场就会随之改变。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被负面事物所吸引？这就涉及瓦迪姆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——平衡力。在物理世界中，任何失衡都会触发平衡力的介入。水往低处流时重力在起作用，冷热空气对流使温度在寻求平衡。瓦迪姆发现，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思想领域。当你对某件事赋予过高的重要性时，就会产生过剩势能，而宇宙的平衡力会立即介入，试图消解这种失衡。结果往往是，你越重视什么，越容易失去什么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那些最害怕破产的人，往往真的破产了。他们每天盯着股票，计算损失，想尽办法保住财富。这种过度的恐惧和执着创造了巨大的过剩势能，反而加速了财富的流失。相反，那些保持冷静，该工作工作，该生活生活的人，反而度过了危机。这个原理在感情中表现得更明显。那些把伴侣过度理想化的人，总是最快幻灭。他们把对方想象成完美的天使，赋予这段关系过高的重要性。当现实不可避免地显露时，巨大的落差往往导致关系破裂。更诡异的现象是，那些极度厌恶某种特质的人，反而容易吸引拥有这种特质的人。心理学家做过统计，那些从小目睹家暴，发誓绝不找暴力伴侣的女性，遇到家暴者的概率反而高于平均水平。
这不是命运的捉弄，而是他们对暴力这个议题的过度关注，创造了过剩势能。那么，积极的情绪会不会也产生问题？瓦迪姆的答案令人欣慰，真诚的爱、喜悦和感恩通常不会触发平衡力的报复，因为这些情绪本身就是宇宙的创造性力量。但仅仅避开负面还不够，这就像逃离了暴风雨，却发现自己在沙漠中一样。真正的关键是找到并搭上幸运之浪。幸运之浪与思想能量。什么是幸运之浪？想象你在海边冲浪，海浪不是为你而来，但如果你能准确判断时机，调整好姿势，就能乘风破浪。幸运也是如此，它客观存在，关键在于你是否能与它同频。日本有一个有趣的商业传统，许多老店都特别重视每天的第一位客人。他们相信，用心服务好第一位客人，就能为全天定下好运的基调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能量调频的实际应用。当店铺主人以积极、感恩的心态开始一天，这种能量会吸引更多正面的顾客和机遇。但要搭上幸运之浪，首先必须从负面钟摆中解脱出来。一个被各种钟摆榨干的人，就像一台杂音太多的收音机，永远调不到清晰的频道。瓦迪姆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原理，你的思想就像回旋镖，发出什么样的能量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。你始终会处在与你所辐射的能量相匹配的生命线上。这解释了一个普遍现象，为什么人们总觉得过去比现在好。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感叹今不如昔。古罗马的西塞罗抱怨年轻人不守规矩，宋朝的文人怀念汉唐盛世。如果这是真的，经过几千年的退化，人类文明早就应该崩溃了。真相是什么？世界并没有变糟，变的是观察者的视角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积累的负面经验越来越多，看世界的滤镜也越来越灰暗。但对于每一代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的时代永远是最好的时代。这说明，虽然物理世界只有一个，但每个人体验到的现实却千差万别。你的现实是由你的思想能量筛选和塑造的结果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接入更高维度的智慧？瓦迪姆认为，这不仅可能，而且一直在发生。门捷列夫在梦中看到了元素周期表，凯库勒梦见响尾蛇后发现了苯环结构，特斯拉声称他的发明来自宇宙的启示。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他们的意识触及了瓦迪姆所说的变体空间，一个包含所有可能性的信息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连接也经常发生。你刚想到某个多年未见的朋友，他的消息就来了。你正在思考一个问题，答案突然在毫不相关的地方出现。这些共识性事件是你的意识与更大的信息场产生共振的结果。关键在于学会倾听内在的声音。你的灵魂一直在发送信号，只是被理性思维的噪音所掩盖。灵魂的语言很简单，舒服还是不舒服？轻松还是沉重？扩展还是收缩？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说，你必须相信这些点会在未来连接起来。他依靠的正是这种内在指引。当他决定退学时，理性告诉他这是错误的选择，但内心的声音说这是对的。事实证明，那个决定成就了后来的一切。除了内在声音，生活中还充满了各种征兆。当重大转变即将来临时，你可能会经历异常的疲惫期，日常事物会呈现出微妙的质感变化，或者有人突然对你说，你最近好像不太一样。在2020年初，许多人都感觉到了某种异常。有人形容是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，有人说是时间的流速好像变了。几个月后，全球疫情爆发，彻底改变了世界。那些提前感知到变化并做好准备的人，在危机中反而找到了机遇。但瓦迪姆警告，不要过度解读这些征兆。
过度关注本身会创造过剩势能，反而扭曲你的感知。正确的态度是保持觉察，但不执着。回顾整个理论体系，瓦迪姆展现了物理学家特有的实用主义。他不谈虚无缥缈的灵性概念，只问一个问题：在充满痛苦的生命线和通往幸福的生命线之间，选择哪一条更符合你的利益？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显得有些冷酷，但在这个被各种钟摆控制的世界里，保持清醒的理性恰恰是最大的慈悲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筋疲力竭？因为他们同时被太多钟摆吸取能量。为什么努力却事与愿违？因为过度的执着创造了过剩势能。为什么越害怕越容易发生？因为恐惧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吸引力。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，只是需要持续的练习。识别生活中的钟摆，学会优雅地避开或驯服它们，不要赋予任何事物过高的重要性，保持内心的平衡。将注意力从你不想要的转向你想要的，学会倾听内在的声音和外在的征兆。记住，你永远有选择的权利。最后分享一个个人感悟：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被各种钟摆控制，生活一团糟。直到接触到这套理论，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而是通过每天的小选择逐渐累积。现在回头看那些最艰难的经历，都有其意义。没有黑暗，就无法认识到光明的可贵；没有被钟摆控制的痛苦，就不会有寻求解脱的动力。瓦迪姆说，现实的呈现方式是无限的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境地，都存在通往更好生活的路径。关键是，你要学会看见那些被钟摆遮蔽的可能性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之浪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保持内心的宁静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每一个热点，每一次争论，每一波情绪，都可能是一个试图捕获你的钟摆。但当你掌握了这些原理，就像掌握了一张地图，可以在现实的海洋中自由航行。记住，你不是被动的受害者，而是自己现实的创造者。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选择，都在塑造你的未来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好的版本呢？钟摆法则的精髓，就是在接受现实的同时，保持内心的自由。像冲浪者一样，不是对抗海浪，而是借助海浪的力量；不是逃避钟摆，而是学会与他们智慧的共处。当你真正理解并实践这些原理时，生活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质感。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，那些被你忽视的美好开始显现。你会发现，幸运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。这就是瓦迪姆·泽兰德留给世界的礼物，一套用物理学思维解构人生的方法论。它可能不会让你一夜暴富或瞬间开悟，但会给你一把钥匙，打开通往更自由、更轻盈生活的大门。而这把钥匙现在就在你手中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